那维莱特也太帅了吧！看完4.0剧情，我宣布啊，那维莱特啊就是我在凤丹的第一个亲人，不把他抽到家里放着，我这心痒难耐啊！虽然公子和他我都爱，但是看到公子被那维莱特一脚踢晕过去，我只能心疼的说一句啊，这么小，你们这么小不要再打了！知道这次公子为什么输吗？都怪这施法前摇太长了。那最近猜测啊，那维莱特是水龙王的消息铺天盖地。经过我的仔细调查，终于发现了几条能佐证的蛛丝马迹。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在本次的剧情里面，天气的变化是一个伏笔，从头到尾出现了好几次。最早出现是根据林妮说的话，在歌剧院有审判的日子，经常会有阵雨出现。而这个时候，菲米尼则提到了另一则传说，是每当下雨的时候，就代表着枫丹的水龙王在哭泣。所以咱们就能知道啊，水龙王非常有可能就在歌剧院里，或者说还有另一种解释，水龙王没有离开枫丹人很远。每次的审判他都能听到。再接下来第二次提到天气，是当纳维亚对那维莱特发完一通脾气之后，咱们从歌剧院出来，天气立马从晴天变成下雨了。这个时候咱们就能联想到啊，是那维莱特的心情影响了天气，对吧？那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啊，咱们在墓地遇到那维莱特的时候是阴天，但是扫完墓对完话，大家心里疑惑解开之后，天气又晴朗了。派蒙还特别提醒了一句，雨停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些点非常肯定的推测，那维莱特就是水龙王啊。那维莱特心情不好的时候，外面就会下雨，对吧？但是到目前为止啊，那都只是推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除这些以外，证明的维莱特不是人类是可以确定的，而且还有好多细节可以证明呢。首先呢，维莱特不通人情世故啊，维纳雅也一直会提到，而且呢，维莱特的话语中会一直提到人类这个词。当他看到马塞勒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见爱人一面时，他提到的那一句啊，人类真的会为了精神上的诉求而违背生命的本能吗？还有在墓地，那维莱特提到的曾经不愿相信对人类来说会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都说明其实他并不是人，或者说他和人类其实是两个物种。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美露辛这个种族了。在官方例会中提到，美露辛偷偷给报社写信说美露辛把那维莱特看作好爸爸，所以记者们猜测那维莱特是唯一的男美露辛。但其实这段话的解释啊，我们可以通过和歌剧院前面的美露辛对话，从而了解到为什么呢维莱特会被称为好爸爸，是因为曾经是他带着美露辛来到枫丹亭生活的，而且他们已经一起度过了几百年，所以我猜测啊，那维莱特和美露辛的关系就像是草龙阿佩普和他体内的元素生命一样。还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呢维莱特对于原始胎海的了解程度，他一下就能知道瓦谢他们发现的东西是远古时代的遗留，但是这个东西不符合他认知的常理，说明他的生命超过几百年，但是没有达到原初降临啊以及第一代龙王的那个时候。再然后表明他是龙王的证据，就是那维莱特身上没有神之眼，他和公子打架的时候啊，不对，是他单方面殴打公子的时候，他的头发会直接亮灯，而这和七神打架的方式很像。再加上他不是人类的信息以及他的力量不来源于七神，更好的说明了他的等级至少是个魔神。而且他们在深海雷龙溪的介绍里可以确定，新一代的水龙王一定是以人形降临，那更证明了那维莱特的身份。还有最后一个证据吧，就是来自官方的例会了。米哈游没有把那维莱特的命座和神之眼放出来，但是用了这么一句话来介绍那维莱特：凡高大者，无不蔑视啊。这句话的原句其实来自圣经，完整的话是这样的：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后面还有一句啊，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所以米哈游一定是想用前半这句话来暗示，其实呢维莱特就是水族的王。这下水龙王的身份坐实了啊，有没有？所以啊，虽然说水神是人权卡必抽，但是目前通过剧情看下来，那维莱特人气又高，武力值又高，而且作为特殊身份的存在，所以这张角色肯定也是必抽的，就在4.1版本啊。所以大家喜欢他的赶紧攒原石吧。那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收藏，给2个圆圆的硬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